当一只以健康状况持续不佳著称的母狮被认定濒临死亡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变得沮丧。他们如何能帮助这样一只美丽的动物逃脱厄运？一切在某个命运攸关的日子发生了变化。当希拉被从一个可怕的人手中解救出来时，这个人只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收集异国动物。他的状况非常糟糕。他不知道的是，他不是唯一一个从那个境况中被救出来的。只有在所有希望破灭的时候，真相才浮出水面。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拥有异国动物是完全合法的，有特殊的程序来确保申请拥有异国宠物许可证的人是出于对动物的最佳意图。因此，当这些许可证持有者最终忽视他们所拥有动物的福祉时，后果可能相当严重，而且是有充分理由的。里科就是这些人之一。他在10年前获得了拥有异国动物的许可证。到目前为止，他没有任何违法事件发生。如果有的话，人们会认为他在照顾和对待动物方面是一个模范公民。实际上，真相与此大相径庭。他是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异国动物的自豪主人。他的财产和资金使他能够这样做。他最珍贵的财产不是别人，正是丛林之王狮子。这个野兽散发着尊敬，但他对待它的方式却远非模范。幸运的是，真相大白了，他的特权被撤销了。里科的一位朋友到乡下拜访他，看到狮子的可怕状况，向当局报告了情况。很快官员们就拜访了他。事实证明，这段时间里，里科一直在滥用拥有这些动物许可证的特权，以谋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不仅通过邀请人们来和他的狮子合影赚钱，还将狮子出租用于各种活动和聚会。因此，事实上，他是在剥削他有法律义务好好对待的珍贵动物。这个发现因狮子的状况而变得更糟。最初里科只有一只雄狮，但当他的行为被曝光后，当局把这只狮子带走了。这只狮子名叫可汗，严重营养不良，只有6岁却看起来像老狮子，甚至因无聊而把自己的尾巴咬伤。他被带到了德克萨斯州的野生动物救援和教育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伤口治疗和营养补充。由于他活泼的天性，很快他恢复了生机，得到了第2次机会。工作人员决心给他最好的生活。里科收到了书面警告和罚款，最重要的是失去了他的珍贵狮子。有人可能会认为他吸取了教训，但他太固执和贪婪，无法走上正道。不久，他又找到了一只狮子，这次是一只雌狮，并继续以阴暗的方式对待它。可怜的希拉只有15个月大。当局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它时，它虚弱的几乎站不起来，更不用说移动了。这是最后一根稻草。当局立即撤销了里科的许可证，并对他的轻罪行为提起指控。这距离可汗被救出仅仅6个月。里科显然不关心他的动物，更看重金钱超过一切。因此，可怜的希拉被迅速带到了他的新家，同样被送到了可汗被带去的保护区。然而，他们彼此完全不知情。希拉的状况非常糟糕，而且情况一天比一天更糟。兽医们每天检查他，并尽力提供帮助，以改善他的健康状况。尽管他们感到束手无策，希拉的主要问题是营养不良。他甚至无法站立，更不用说进食了。但食物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时，一位勇敢的饲养员挺身而出，尽力确保希拉能够摄取一些食物。这涉及到许多人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每天他手工制作肉丸，并亲手喂给可怜的狮子。但由于希拉太虚弱，
饲养员不得不将肉丸推入他的口中。饲养员的努力持续了整整2周，他用手喂食希拉，把肉丸推入狮子的喉咙，说道：“勇敢，这真是勇气可嘉。”在这段时间里，希拉的健康状况开始有了些微的改善。不幸的是，这些努力还不够，显然还有其他问题，但工作人员尚未发现。兽医们回到了绘图板前，试图根据希拉的症状理解问题所在。在进行任何不必要的测试或给狮子带来额外的压力之前，他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想法。用了大约2天时间后，一名兽医终于有了突破性的发现。如果他的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可怜的希拉实际上是可以治疗的，而且在几周内就能恢复到应有的健康状况。他们进入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他们需要进行血液测试来确认。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希望结果是阳性的。结果确实如此，让饲养员和兽医困惑的原因，实际上只是一个他们可以治疗的感染。事实证明，希拉感染了弓形虫病，这种感染会导致动物完全失去食欲，并变得极度嗜睡。现在他们知道了主要问题是什么，就可以解决它了。饲养员和兽医立刻着手安排希拉所需的治疗。每个人对愈后都感到非常乐观，尽管治疗证明是成功的，但希拉开始感受到药物的积极效果还是需要时间。感染已经肆虐了太久，造成了一些严重的损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虽然他的身体健康在改善，饲养员却越来越担心这只动物的心理健康。他可能有了更多的精力，但仍然在他的围栏里闷闷不乐，对任何事情都几乎不感兴趣，甚至连食物也不能引起他的兴奋。直到有一天，当饲养员走进来时，他被一只狮子迎接了。他并没有意识到，就在1天前，已经决定把可汗移到了希拉的隔壁，试图最终让他们彼此相识。工作人员不知道他们会成为好朋友还是死敌，但事实证明他们不必担心。当希拉第一次与汉对视时，他以害羞而恐惧的方式做出了反应。他不习惯与其他动物相处，更别说像他一样的动物了。但正是韩的态度和友好的行为引发了狮子内心的变化，这是没有人能预料到的。希拉对他的新邻居变得着迷，曾经只是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母狮，现在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兴奋的野狮。当看护人员那天走进他的围栏时，希拉正在欢快地蹦跳着，尾巴摇摆着兴奋。他在模仿着隔壁的汉，就好像他们是一生的朋友，永远没见过对方一样。这真是一幅美丽的景象。这段友谊随着希拉整体健康状况的改善而愈发增长。现在他不仅身体更强壮，而且更加快乐。当他的治疗结束，可以安全地与其他动物相处时，庇护所决定将他介绍给远处朋友。他们第一次见面真是令人欣喜若狂的景象。狮子们毫不拖延地奔向彼此，并开始相互拥抱。看护人员听到了欢乐的咆哮声，很明显，这2个美丽的生物注定要在一起。毕竟，谁能想到，尽管他们在生活中有过痛苦的开始，但他们仍然可以如此快乐和满足，只是彼此的陪伴。这是多么温馨的故事！对于允许富人拥有野生动物的特殊许可证，你觉得怎么样？接下来，让我们观看另一个故事。当一只狼把一只小狗带回它的巢穴时，没有人能猜到它会发生什么。故事始于一只狼和它的伴侣，他们最近生了幼崽，期待着很快就会有幼崽出生。不幸的是，有时候在自然界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母狼生下幼崽时，它没有预料到它的幼崽都将无法生存。
母狼无法相信或理解发生了什么，他感到心碎。这只动物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中，为失去孩子而悲伤。他如此悲伤，甚至停止了进食。他的伴侣，狼群的领导者，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每天都给他带来新鲜的肉，希望帮助他恢复体力，让他感觉好些。但是母狼并不愿意，它只是转过头去，拒绝进食。这让雄性狼感到不安，因为它不想让伴侣受苦。如果狼群的领导者失去了他的伴侣，他也会受到影响。有一天，狼群领导者去打猎，带回了一些奇迹般的东西。没有人怀疑，雄性狼走了很远。当他闻到一些猎物的气味时，停了下来。最后，他穿过了一个有许多灌木丛的树林地带。就在这里，他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他停下来，竖起耳朵，想知道自己是否会再次听到这种声音。从不远处的一些灌木丛中传来一声小小的哀鸣，仿佛一只老鼠或小动物在呼救。灌木丛里有一只几乎没有呼吸的小狗。这只小狗是怎么到那里的？我们不知道。也许它的母亲迷路了，然后在那里生下了它，或者也许有人残忍地把它遗弃在那里，让它自生自灭。不管怎样，现在这只小动物似乎成了狼群领导者的选择。狼坐在小狗面前，仔细检查着它。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孩子不是他的，所以他没有必要帮助他。狼站起来，开始走开，但是小狗开始哭泣。年轻的动物试图站起来跟着狼走，但它的小身体又冷又累又饥饿，导致它再次摔倒。看到小动物如此痛苦，雄性狼的一些本能被唤醒了。它不能把这样一个无助的生物留在身后，因此狼群领导者抓住小狗的脖子，带着它一起在森林中冒险。狼群领导者很快就回到了洞穴，他的伴侣正在等待着他。和以前一样，母狼似乎对雄性狼带着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直到他把小狗放在他面前。小狗如此饥饿，以至于开始四处嗅探。小狗高兴地吮吸着，找到了一个温暖而安全的地方。小狗吃饱了肚子，最终松了口气。当小狗做这些事情时，一只雌性狼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似乎很高兴，终于有了一个宝宝可以哺乳。这两只动物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小狗被接受为狼群的一员，母狼恢复了精神。它似乎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爱。它吃喝玩耍着新来的小狗，而小狗则很高兴有了一个代理母亲。随着小狗长大，狼群领导者教会了它如何在野外狩猎和生存。小狗迅速掌握了这些技能，它们甚至开始比真正的狼幼崽更多了。但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太久。狼群领导者知道，在野外与一群狼生活并不是狗的命运。有一天，狼群领导者带着小狗穿过森林，直到他们到达一个村庄边缘的小房子。小狗被留在房子旁边，它忍不住发出悲伤的声音，因为它又一次孤独了。这声音引起了附近房子里的人们的警觉，包括一个名叫迈克尔的青少年。他冒险走出去，发现小狗坐在那里盯着他。迈克尔看到他感到震惊，但也非常兴奋。他很久以前就想要一只狗，现在一只狗来到了他身边。于是小男孩抱起小狗，立即去找他的父亲，问他们是否能养它。当男孩的父亲看到小狗时，立即知道它是什么品种。它是哈士奇，非常适合帮助猎人追踪和击退森林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危险，主要是狼。父亲让男孩养狗，并给他取名卡洛。他很快成长为一只聪明顺从的狗，成为一位不可或缺的狩猎伙伴。
卡洛很快因其出色的追踪能力而成为狗群的领袖。然而，他在狼群中的记忆却让他有所不同。面对狩猎狼和熊的需要，卡洛本能地拒绝了。这是因为他是被狼养大的，使他无法伤害他们。迈克尔和卡洛一起成长，分享着深厚的情感，他们甚至一起睡觉。随着男孩长大，他的能力增强，他开始带着卡洛一起狩猎。迈克尔的父亲注意到儿子狩猎的愿望，并开始教他所知道的一切。有一天，迈克尔的父亲和卡洛冒险进入森林寻找动物的足迹。他们很快注意到雪地上的脚印，并开始追踪。追踪花费的时间比预期的长。饥饿袭来，他们坐在一棵倒下的树干上，拿出午餐。突然，父亲感到了背上的一阵寒意，使他不禁颤抖。就在那一刻，一只巨大的狼从一棵树后出现。那是一只狼群的领袖。父亲和儿子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这只动物，意识到任何突然的动作都可能引发攻击。因为卡洛不在身边，父亲迅速拿起武器，瞄准了狼群的领袖。狼蹲了下来，咆哮着，表示他也准备好了要战斗。就在他们准备行动之前，卡洛从树林中出现，站在他们中间。看到他最好的朋友被武器指着，迈克尔请求父亲不要误伤了狗。父亲不情愿地慢慢放下了武器，但仍然做好了准备，以防狼群发动进攻。狼群领袖小心翼翼地接近卡洛，而卡洛高兴地摇着尾巴闻了闻它。然后狗翻到了背上，露出腹部，以显示它没有恶意。雄性狼很快认出了卡洛，它们是相同的小狗，它曾经救过。作为回应，狗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嚎叫，表示它们的重聚。不久后，母狼也出现了，花了一会儿时间辨认狗，然后它们彼此欢迎，尾巴摇摆着，就像一个久别重逢的家庭一样。父子俩着迷地看着这一幕，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卡洛蜷缩在他的领养母亲旁边，他急切地舔着她的嘴。最终是时候告别了，动物们依依不舍地道别，然后卡洛转身和主人回家了。两只狼看着他离开，狗停下来，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嚎叫，然后完全离开了森林，就像狼群领袖交给他的那样。作为回应，两只狼为他们的领养狗送别了最后的祝福。当家人回到家时，迈克尔发誓再也不会猎杀狼，因为他目睹了这场非凡的遭遇。他的父亲同意了，他们恢复了他们的生活，直到他们再也不会见到像狼和狗之间那样的纽带了。这是一个感人至深、令人难忘的故事。看完以上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下个视频见。